一场惊天动地的破产重整大戏正在中国零售业上演。2月7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一纸公告，让整个中国商界为之震动。昔日零售帝国苏宁集团的3大核心公司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这意味着，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零售业神话的庞大商业帝国终于轰然倒塌。更让市场惊愕的是，这3家申请破产重整的可都不是什么边缘公司。苏宁电器集团、苏宁控股集团、苏宁置业集团，这些都是张近东商业帝国的顶梁柱。根据最新财报显示，仅苏宁电器一家资产总额就高达1249.6亿元，而其背负的债务总额更是惊人的1344.79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让我们来算一笔更触目惊心的账：苏宁电器负债1344.79亿元，苏宁易购负债1086亿元，再加上其他关联公司的债务，整个苏宁系的总负债已经突破2000亿元大关。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年度财政收入。回顾苏宁的辉煌史，这个结局让人不禁唏嘘。要知道，就在2019年，苏宁还以487.8%的惊人利润增长率强势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短短5年时间，这艘曾经的中国零售业航母就从云端跌入谷底。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最新数据，苏宁创始人张近东的个人财富已从巅峰时期的1020亿元暴跌至80亿元，蒸发了惊人的940亿元。更让人心惊的是，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远超市场预期。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中融信托等至少3家央企旗下的信托公司都在这场灾难中踩雷。其中，中融信托的基业123号集合资金信托项目总规模高达25.8亿元，目前已经违约近4年，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的影响更是触目惊心。据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统计，仅在苏宁系统内就有超过20万名员工，如果算上下游产业链，受影响的就业人数可能超过100万。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和命运。让整个事件更显讽刺的是，就在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前几天，苏宁易购还信心满满地发布了2024年业绩预告，宣称预计今年能实现5亿到7亿元的净利润。然而，知情人士揭露，这些数字背后掩藏的是大量的非经常性收益，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公司依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华尔街一位长期关注中国零售业的分析师直言不讳地指出，苏宁的倒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悲剧，更是中国整个传统零售业转型失败的缩影。它暴露出的是整个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0年，那是苏宁帝国开始崩塌的关键1年。就在那年9月，张近东做出了一个堪称致命的决策，向恒大注资200亿元。这笔堪称世纪豪赌的投资，最终成为压垮苏宁的最后一根稻草。业内人士透露，当时张近东之所以敢下如此大的赌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盲目乐观。然而天不遂人愿，当恒大暴雷，这200亿投资被迫实施债转股后，苏宁的资金链顿时陷入了严重危机。更要命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2020年，苏宁易购首次出现年度亏损。2021年，亏损额直接飙升至432亿元，成为 A 股亏损王。2022年，营收暴跌 48.62%， 仅剩713.74亿元。2023年，多地苏宁公司接连申请破产。更让市场担忧的是，苏宁资产负债率的疯狂攀升，从2018年的 55.78%，
一路飙升到2021年的 89.66%。简单算一笔账，这意味着苏宁每赚100元，就有将近90元要用来还债。一位曾经在苏宁工作了15年的高管透露，其实早在2019年，公司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危险信号。那时候，很多供应商开始要求现款现货，但管理层还在疯狂扩张。确实，光是看收购清单就够吓人的：29.75亿收购天天快递，4500万欧元收购迪亚天天，48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数百亿投资房地产项目。据统计，仅2019年一年，苏宁的总投资额就高达716亿元。这种疯狂的扩张步伐，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现金流雪上加霜。更讽刺的是，苏宁当年斥资收购的家乐福中国，现在已经关闭了超过100家门店。根据零售业专家估算，仅这一项资产缩水，就让苏宁损失了至少30亿元。而那些耗资巨大的苏宁广场项目，很多都已经停工多年，成了各地的烂尾楼。到了2023年底，情况进一步恶化。根据公开数据，苏宁已经关闭了超过3000家门店，裁员人数突破10万。更糟糕的是，很多供应商开始集体讨债。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一年，全国各地法院就受理了超过500起针对苏宁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超过50亿元。一位供应商代表透露，我们公司去年年底对苏宁的应收账款超过8000万，打了几十个电话都要不回来，现在只能走法律途径了。但说实话，能要回多少都还是个未知数。中信证券的最新研报指出，苏宁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死循环，现金流枯竭导致无法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供应商断供导致商品库存不足，库存不足导致销售下滑，销售下滑进一步加剧现金流紧张，这是一个典型的企业经营恶性循环。该报告如此评价道。更让人唏嘘的是，就在2024年5月，因无力偿还贷款，苏宁不得不将其耗资6亿欧元收购的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拱手让给了美国投资基金橡树资本。这不仅标志着苏宁时代的落幕，也象征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顶级体育产业的一个时代的终结。苏宁的轰然倒塌，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悲剧，它就像一块试金石，照出了中国零售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悲惨处境。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2023年，中国线下零售业平均营收同比下滑超过 23%， 全国商场空置率达到历史新高的 28.7%， 超过 40% 的线下零售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 80%。 仅2023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家实体零售店铺倒闭。一位资深零售业分析师透露，苏宁的崩塌就像是一个导火索。现在很多规模较小的零售企业也在苦苦挣扎。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未来12个月内可能还会有至少3家大型零售集团面临破产重整。更让人忧心的是，这场危机正在形成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苏宁为例，它的倒下直接影响了超过2万家供应商的资金链，近20万员工的就业，超过100家上游制造企业的生存，至少3家信托公司的资金安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苏宁案例折射出的是整个中国零售业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过度依赖融资扩张，盲目多元化，对经济下行风险预判不足，这些问题在很多企业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来看一个令人胆寒的预测，根据普华永道的最新报告，到2025年底，
中国可能会有超过30%的传统零售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意味着什么？据保守估计，可能会有超过300万人面临失业风险，近万亿元的银行贷款可能成为坏账，数千家上游供应商面临破产。更让市场担忧的是，这些问题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困境。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报告中警告，中国零售业的困境本质上是内需不足的集中体现。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动荡，就业形势严峻，这些因素正在形成一个危险的负反馈循环。有趣的是，就在苏宁申请破产重整的同一周，中国商务部还在强调支持传统零售业转型升级。然而，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对此嗤之以鼻，现在说转型，为时已晚。很多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拿什么转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苏宁的陨落或许预示着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动荡。高盛的分析师在最新研报中指出，这不仅仅是零售业的问题，它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高杠杆、低效率、产能过剩，以及对政策性信贷的过度依赖。而更令人绝望的是，这场危机似乎还看不到尽头。一位参与苏宁债务重组的律师说道，这就像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倒下，就很难停止。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挽救，而是会有多少企业在这场风暴中倒下。展望2025年，中国零售业的前景堪忧。一位资深投行分析师用这样一句话总结到，苏宁倒下的那一刻，或许就是中国传统零售业辉煌时代的终结。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更加令人心惊。